大家好，新视角。今天是11月25日，我们聊的话题是韩战。1950年的6月25日，朝鲜的独裁者金日成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，大举武力进攻韩国。3天之后，攻入韩国首都首尔，韩战爆发。从1949年到1950年之间，金日成曾多次秘密访问苏联和中国，在得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暗中支持后，决定以武力为形式，以统一朝鲜半岛为借口入侵韩国。而早在1948年，朝鲜半岛就以北纬38度为界，在南方和北方相继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国家。38度线以南为韩国，以北为朝鲜，所以韩战本身是朝鲜、中共和苏联合谋的一场针对韩国的侵略战争，而非统一战争。由于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时期，工业区大多在北方，而南方大多为农业区，这使得在国力和军力上，当时的朝鲜是远胜韩国的。加之金日成蓄谋已久，准备充分，背后又有中共和苏联的直接支持，这就导致在战争的初期，金日成的军队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攻陷韩国90%的国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韩国不得不求助于联合国，而联合国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便通过了安理会82和83号决议，谴责朝鲜的战争行为，并且要求朝鲜立即从韩国撤军，以避免战争的全面爆发。而面对联合国的决议，金日成都未予理睬。于是，联合国于1950年7月7日再次召开会议，并通过了84号决议，决定组建联合国军，介入韩战，向韩国提供军事在内的各种援助。而中共对内所宣称的抗美援朝，实际上是中共的党军对抗整个联合国军，而并非美国。联军在仁川登陆后，迅速扭转了战场的形势，中共便开始有计划地准备入朝参战。1950年的10月中下旬，彭德怀率领中共志愿军入朝，直接介入韩战。而所谓的志愿军，其实是中共解放军的现役部队，是奉命参战，而非自愿。其实早在志愿军入朝之前，中共就已经秘密地向金日成输送了大量部队。在金日成偷袭韩国的朝鲜军队中，有将近40%来自中共，其中包括林彪四野的2个师，以及数万在中共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官兵。这就再次证明了一点，韩战并非单纯的战争，中共的介入也是早有预谋的。战争爆发1年后，双方一直在38线附近焦灼，于是在1951年的7月，交战双方决定在板门店附近开始停战协定的谈判。不过谈判过程并不顺利，持续了近2年之久，直到1953年的7月27日谈判结束，双方签署了朝鲜半岛停战协定。不过朝鲜和韩国都先后拒绝承认该协定的有效性，直到2018年文在寅在访问平壤的时候，和金正恩签署了平壤共同宣言，才给整个韩战画上了真正的句号。整个战争共造成近300万人的伤亡，是二战过后东亚地区最严重的军事冲突，给韩国、朝鲜以及周边各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日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，但由于临近战场，因而得到了大量的美国订单，使得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得以迅速的恢复和发展，为日后重返经济强国奠定了基础。而韩战对于韩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避免了亡国的厄运，而韩战最大的输家就是中共以及毛泽东本人。在战争爆发之前，美国为了拉拢中共，防止中苏结盟，曾经在1950年发表过公开声明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并且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，只能算是中国内政，美国并不会出手干预。但美国的示好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，中苏结盟，韩战爆发。战争结束之后，美国放弃了之前联中抗苏的幻想，转而支持台湾，于1954年和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协定，为日后台湾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营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。
而中共则失去了一次武统台湾的绝佳机会。除此之外，中共在韩战当中的死伤人数也是所有参战国当中最多的。对于毛本人而言，原本打算借韩战来提升其子毛爱英在党内的地位，以便使其将来接班做准备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冥冥中又自有天意。即便毛太子躲在后方司令部里做蛋炒饭，也难逃联军的空袭而丧命。这也算是韩战给中国人民做出的唯一贡献，避免了中国像隔壁朝鲜那样成为一个现代的家天下封建制国家。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吃上一口蛋炒饭，为当年那位机智的飞行员点个赞，也为那些在韩战当中枉死的冤魂寄托一点哀思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